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新一期的5分钟中文。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最近这2天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，就是 TikTok 难民和小红书。首先，我想介绍一下什么是 TikTok 难民。最近，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，要求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在2025年1月19日以前出售 TikTok 在美国的业务，否则 TikTok 将在美国被禁用。因为这个原因，许多美国的 TikTok 用户就开始寻找替代平台，所以他们就自称是 TikTok 难民。这些 TikTok 难民最后选择了哪里作为他们的新家园呢？大家可能已经知道了，那就是另一个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小红书。小红书因为 TikTok 要被禁，所以这2天在美国突然爆红，甚至一度登上了美国 App Store 免费应用排行榜的榜首。小红书在中国其实是一个非常流行的社交平台，大家可能知道中国人常用的社交平台有抖音，就是中国的 TikTok， 然后可能有的人喜欢用微博，有的人也发朋友圈，但是很多的人都非常喜欢用小红书。小红书不但是一个分享日常、分享生活的社交平台，它也是一个很厉害的搜索引擎。像我去日本旅游之前，哪里比较好玩，哪些饭店比较好吃，去坐新干线的时候应该怎么买票，这些我都提前在小红书上花了很长时间查。小红书上的信息真的是非常的有用，因为都是大家真的去了日本然后去分享的，所以我觉得小红书很有用。那很多美国人因为 TikTok 要被禁了，所以选择来小红书。小红书确实是不限制手机号的，因为大家可能知道中国的很多 apps 它必须要有中国手机号才能注册，所以小红书没有这个限制，很多人就可以直接注册了。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因为这个原因注册小红书呢？当然了，因为小红书毕竟是一个中国的 app， 它的界面好像也只有中文吧，所以如果你不会中文的话，可能会不太方便。而且小红书的用户绝大部分都是说中文的中国人，他们的英语可能也不是很好，不过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语言文化交流的机会。我的小红书的首页上，我看到有美国人进行自我介绍，有的还会说1-2句中文。我看到比如有美国的高中生说，这是我们的科学课，我们在做这个和那个，或者说我们是高中的啦啦队员，
这是我们放学以后的训练。所以有很多这样真实记录美国生活的，我觉得对中国人还是蛮新奇的，因为中国是不可以上 YouTube 还有 Instagram 还有 X 这样的外国的社交网站的，所以中国人看到的外国的情况都是经过别人搬运到国内的，他们并不能直接去看国外的这些生活的视频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中国人去了解国外的真实的生活还是蛮有益处的。而且现在也有很多专业的翻译软件，所以大家可以借用翻译软件来进行交流，还蛮有趣的。我觉得我还看到有美国人说，请你帮我做数学作业，然后中国人跟美国人说，请你帮我做我的英语作业，我觉得很搞笑。我觉得这样的交流真的很有意思。我是觉得文化交流就应该是这样的，肯定会有一些语言上的障碍，还有文化上的差异，对交流造成一定的阻碍。但是只要大家真心的抱着诚意去交流的话，真的是可以了解到很多自己平时接触不到的生活，了解不到的知识。我不知道小红书的这个热潮会持续多久，因为毕竟也是有一些挑战，包括小红书的一些审核标准啊，还有比如说有的人他在 TikTok 上的盈利模式可能不适用于小红书，这些都是要学习和了解。那关于小红书和 TikTok 难民就跟大家聊到这里。你听说过 TikTok 难民和小红书吗？你有没有下载小红书呢？如果你下载了，有什么有意思的体验吗？欢迎您留言或者来信告诉我。如果您觉得5分钟中文对您有帮助，请帮我订阅、分享、转发，并支持我的播客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